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来到微光夜读。高中新生舞会上，班花突然当众指着我说：“你的腕表跟我早上刚被偷的那只长得一样矮。”同学们纷纷对我露出一种看小偷的表情。班花的舔狗们也煽风点火。上周首富才以5000万高价拍下这只古董手表，送给他的宝贝女儿。众所周知，这只腕表全世界仅此一块。盛之下，人穷一点没关系，但总不能脸都不要了吧？班花眼含泪光，夏夏，求求你快把手表还给我，这是我爸爸送给我的生日礼物，对我而言很重要。我安慰他，赝品而已，丢了就让你爸再买一块。你总不能让我把自己5000万的真表给你吧？冒牌货秀到我这个正主面前，我倒要看看他怎么收场。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盛之下，你这话是说我冤枉你吗？班花盛子云冷笑起来，少在这里装傻了。我明确跟你说吧，你这只手表就是从我这儿偷的。毕竟你一个土鳖，根本连赝品都买不起。你也真是大胆，偷了别人的东西还敢堂而皇之戴在手上，你该不会是在故意挑衅我吧？我摸了摸手上的宝石腕表，直接伸到他眼前去。我给你，你敢戴吗？刚刚你们也说了，这是首富千金的东西。盛子云，你是首富千金吗？盛子云的几个舔狗开始阴阳怪气。我们阿云女神做人低调，从来不主动跟人炫耀自己首富千金的身份。要不是看见她手上的腕表，我们都还不知道首富的女儿竟就在我们身边。之前就听说首富女儿会读我们学校，还以为是传言，没想到是真的。我端详着面前浓妆艳抹的盛子云，那你的确低调，低调到开学第一天，所有人都知道你是首富千金了。盛子云皱紧眉头，盛之下，你少在这里转移话题，你偷我的腕表就算了，还露出这种理直气壮的表情，难道你是想冒充我首富千金的身份吗？此话一出，我的罪状立刻就多出了一条。不等我感到荒谬，一只手无理地伸过来，扯开我的外套。我急忙护住我的衣服，但还是被人看到了里面的裙子。那人指着我大呼小叫：“你们看，盛之下的裙子跟阿云身上这件一模一样。盛之下，你既然是清白的，敢不敢把衣服脱了，让我们看看你的裙子长什么样？”盛子云身边的几个男生开始起哄：“脱啊，快脱衣服，证明给我们大家看看呀！”他们一个个露出猥琐的笑容。我后背发冷，那些人哪里是真的想让我证明，分明就是想看我露出皮肤。我死死抓住自己的衣领，你们一上来就污蔑我偷东西，现在又让我脱衣服，你们根本没有实质性的证据，我又凭什么自证？盛子云的小团体哑口无言。一个黄发男眼看气势被我压下，直接扑了上来，一边大力撕我衣服，一边说：“啰嗦什么？你把衣服脱了，我们就相信你。”对啊，盛之下，你说这么多，该不会心虚了吧？我们让你脱一件外套而已，又没有让你脱光。你脱光我还不乐意看呢。一个飞机场干物女，没人会对你有兴趣。三人成虎，他们步步朝我逼近，无数双手伸向我，逼我露出了里面的裙子。这是我为了开学第一天的新生舞会特地准备的裙子，眼下却被泥水打湿。看见我裙子的那一刻，围观群众哗然。盛之下的裙子真的跟盛子云身上这件一模一样，所以说盛之下真的想要冒充盛子云首富千金的身份吗？盛之下和盛子云两个人都姓盛，
所以盛之夏正是看到这里，才想出冒充首富千金的主意吧。真是大快人心！冒牌货被正主当众拆穿的戏码，我最爱看了。你们不知道吧？首富为了参加女儿的入学仪式，特地来了学校，现在就在校长办公室呢。黄毛这话是故意说给我听的，音量极大，人群中立刻出现幸灾乐祸的议论声。真想看看首富要是知道有人冒充自己女儿，会是一种怎样的反应呢？谁不知道盛总最是疼爱自己的女儿了？为了让大小姐生活不被打扰，这么多年都没有媒体敢报道只言片语，我却没心思听这些冷言冷语。回想起昨天跟爸爸通远洋电话时，爸爸说他没办法出席我的入学仪式，而且那个项目很重要，他根本走不开。黄毛本想看我露出惊恐的表情，没想到我一脸激动地问道：“我爸爸他真的在校长办公室吗？”黄毛一时愣住，我满脸期待的表情不像有假，反倒是盛子云突然变得恼羞成怒，他大力拽住我的手腕，表情凶恶：“你喊谁的爸爸叫爸爸呢？现在你不仅偷了我的腕表，还跟我穿一样的裙子，你就是想冒充我的身份。盛之夏，你无非就是因为爱慕虚荣，想要别人因为你位高权重的身份高看你一眼。你这种品行低劣的人，也配跟我做同学吗？”盛子云顺势就要推我，可这次他没能推动，我不知哪里来的力气，反手掰过盛子云的手腕，疼得让他尖叫起来。你义正辞严的样子真可笑，到底谁是冒牌货？你让盛希泽出来跟我对峙不就好了？盛子云疼痛至极，竟然失口说道：“盛之夏，你快放开我！盛希泽又是谁？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此话一出，所有人都沉默了。我直接翻了个白眼。所以你连首富全名都不知道，还敢说你是爸爸的女儿？黄毛也愣住了，好半天他才支支吾吾地说：“盛子云，你真的不知道首富叫盛希泽？”我松开手，盛子云瞬间就瘫软在地上，其余同学也纷纷质问道：“盛子云，你能说出盛家是做哪些领域的生意吗？盛家现在的金牌业务是什么？盛子云，你不解释解释吗？我们这么相信你。”就在盛子云被大家问得百口莫辩时，人群中突然走出一个酒红色卷发女人。我家宝贝不需要向任何人证明自己的身份。我认出了这道声音，眼眶瞬间酸胀。妈妈！然而我10年未见的妈妈江婉却径直越过了我，将地上的盛子云扶了起来。随后她面朝人群，拿出一派为女儿撑腰的架势。刚刚是谁推倒阿云？又是谁对她逼问的？能在这所学校读书的家庭非富即贵，今日一见，真是令我大开眼界。原来这就是上层名流们的家教吗？有人不乐意了，明明是盛子云，他先欺骗我们的，我们就是想知道真相而已。江婉扯了扯嘴角，你们无非就是想知道我家阿云身上的裙子为什么跟这个女生一样。我心脏咯噔一下，妈妈竟然称呼我为这个女生，难道她没认出我才是她亲生的孩子吗？一定是的，妈妈10年没见我，认不出来我很正常。我正自我安慰着，突然妈妈将一根手指对准了我。她身上这条裙子粗制滥造，连最次等的盗版都不如，而我家阿云身上的月兔裙才是正儿八经的正版。我不可思议，上前去握住她的手。妈妈，你不认得我了吗？这件月兔裙还是你小时候亲手为我设计的，
不然我也不会在今天这个特别的日子穿上它。”不等我说完，盛子云就冲过来撞开我：“盛之夏，这是我的妈妈，你抢我的身份和裙子也就算了，竟然还要跟我抢妈妈，你这个人也太无耻了！”我越过盛子云，看向妈妈江婉：“妈妈，你也这么想吗？”冒充身份的人是盛子云，她也并不是你和爸爸的女儿，我才是啊！你为什么要让盛子云顶替我的身份，还配合他一起让我变成众矢之的？没有哪个高中生想要在入学的第一天就被安上偷窃和不诚实的罪名。谁都知道第一印象有多重要，这关乎我整个少女时代的命运。可妈妈在听见我提到爸爸和身份时，突然眼含恨意：“盛之夏，你终于说出心里话了。你从小到大在乎的都不是我这个母亲，而是你盛家千金的身份。”我急得焦头烂额：“妈妈，我哪句话给了您这种错觉？至于身份，我只是实话实说而已。”够了，盛之夏，你这个白眼狼，究竟还要把妈妈逼到什么份上？盛子云突然对我张牙舞爪：“10年前，你帮着外人污蔑妈妈抄袭，毁了妈妈的职业生涯。妈妈曾经是多有才华的服装设计师啊！盛之夏，你这种吃里扒外的白眼狼，也配喊妈妈？要不是你，妈妈也不会被迫出国远走。”我望着妈妈的眼神逐渐冰冷了下去。盛子云，原来你听到的是这个版本啊！我实在没想到，妈妈竟然至今仍旧把自己当成受害者。然而实际上，当时年仅4岁的我才是真正的受害者。我的妈妈江婉信奉弃婴理论，弃婴理论由弃猫效应演变而来，大概就是说，被丢弃的孩子再被找回来，就会变得听话顺从。虽然那时我年仅4岁，却无比清晰地记得那个夜晚，妈妈将我丢出车外，我不停地拍打车门，甚至跪在地上恳求妈妈。隔着车窗，妈妈脸庞始终冷漠。她说：“你不听话，这就是惩罚。弃猫效应会让宠物更听话，人也一样。夏夏，你从小到大在蜜罐里长大，被你爸爸宠坏了，不懂得失去的滋味，因此才对我这个妈妈如此有恃无恐。希望你这次过后能够吸取教训，珍惜现在拥有的好生活。”我被丢弃在漆黑的深山里，赤脚在全是山蚂蟥出没的草甸徒步行走，我哭得惊天动地，回应我的是鸟兽的怪叫。后来我被爸爸找到时，天已经亮了，我身上四处都是被划破的血痕。此后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不肯说话，至今还在接受心理治疗。而这一切只因妈妈让我给出差的爸爸打电话，我摇头拒绝了，因为爸爸真的在开会，并没有跟女人私会。妈妈歇斯底里地发了一通火，为了给我一个教训，开车把我扔进山中。我自昏迷醒来后，就再也没见过妈妈。听管家说，爸爸因这件事和妈妈大吵了一通，妈妈留下一句：“你们将来对我追亲火葬场的时候，我是不会原谅你们的。”便离家出走，音信全无。妈妈尖锐的声音将我拉回现实。盛之夏，10年过去，你仍然还想害我当众出丑是吗？既然你都不把我这个妈妈放在眼里，我还有什么必要认你这个女儿？同学们听到这话，又有了猜测，不知是谁，竟很大声地说道：“我的确见过她，她叫江婉，是盛总的妻子呢。”那既然盛总的妻子都不承认盛之夏这个女儿，那说明盛家真千金是盛子云吧？我正觉得这种说法极为荒唐，妈妈江婉却一口作答：“那当然，被我承认的女孩，
才是真正的豪门。妈妈的豪放发言出现后不到1秒，我的爸爸盛希泽便出现在门口。很显然，江晚的话一字不落地传进爸爸的耳朵里。刚刚我在校长室喝茶，听到一个笑话，我自己都不知道，除了夏夏，什么时候还有其他的女儿？保养得当的男人走到了我的身边，爸爸气质清贵儒雅，一双黑眸常年沉静如水。他身材高大，看上去也不过40出头，温热的大掌自然拂去我发丝的纸屑。猝不及防见到爸爸，妈妈的脸色瞬间变得铁青，她的手紧紧攥到胸前，眼眶竟然慢慢的红了。我有点困惑，我以为爸爸今天不会来的，因为他总是很忙，连陪我吃饭都没时间。看出我眼神当中的意外，爸爸低头对我勾起嘴角。爸爸很冷漠，对谁都这样，但我是他的女儿，他数10年如一日，拿我当最珍贵的花朵浇灌。我也是他亲手养大的鲜花，不比盛子云差到哪里去。爸爸的微笑让我安下心来，我知道爸爸的出现意味着我可以放心把麻烦交给他，爸爸会为我解决一切困难，从来都是这样。好久不见了，盛希泽。最先发出声音的是妈妈江晚，她的表情充满了苦涩，刻意营造出某种旧人重逢、爱人错过、恍若隔世的唯美感。可这样的旖旎氛围并没有侵染到我们这方，爸爸完全没有和他叙旧的想法。的确很久没见面了，所以我实在想不通你突然出现的目的。爸爸理性到极致的提问，让妈妈猛然一震，随即他的眼神中泛起一抹自嘲。目的？我能有什么目的？好歹夫妻一场，多年未见，你都不关心我过得怎样，竟然觉得我的出现是一场阴谋，怀疑我别有目的。呵，亏我还对你曾抱有一丝幻想，我就不该出现，我就该早早死心的。爸爸并不理会他的自我感动。没错，既然当初决定离开，就不该在现在回来。今天是我女儿入学的日子，你应该知道这对一个孩子而言有多重要，所以你才联合一个不知从哪儿捡来的冒牌货，当众让夏夏如此难堪。真不明白你脑子里在想些什么。随即爸爸瞥了眼身侧的盛子云，加重了语气，连谁是亲生女儿心里都没有点数。真正体面的人是不会愿意在这么多人的面前谈自己的家事。爸爸牵起我的手，打算离开，妈妈崩溃的哭声突然从背后传来。每一次都是这样，和爸爸吵架，妈妈只会哭，然后平等的道德绑架家里的每一个人。最开始我也会心疼地抱住妈妈，责怪爸爸的冷漠绝情，不考虑妈妈的感受。可后来妈妈的情绪垃圾实在是太多了，她过度渴望情绪价值，得不到或者得到的不够，妈妈就会自认为被全世界抛弃。她一哭，有理的也成没理了。从前困在妈妈道德陷阱的人是我，现在是盛子云。他扑过去抱住妈妈，然后控诉转身离去的我和爸爸。如果不是你们父女2人冤枉妈妈抄袭，妈妈又怎么会离开？妈妈才该是设计金奖的得主，她本该有美好的未来。可你身为妈妈的女儿，怎么能往她身上泼脏水？盛之下你站住！你知道妈妈这么多年过得多苦吗？你忍心把妈妈一个人留在这里吗？这时所有人都看向了我，好像我真是什么不孝女、白眼狼一样。即使当初是妈妈先弃我而去，我说，到底谁先让谁难堪呢？小姑提着一个袋子走到我们面前，看到小姑的那一刻，妈妈瞬间停止了哭泣，随即眼里充满对宿敌的恨意。他手指明显在发抖，
浑身都在紧紧绷着，仿佛随时都要战斗。我想，如果妈妈手里有一把刀的话，她肯定就冲着小姑扑过来了。盛子云也认得小姑，她清脆甜美，但过于尖锐的声音传了过来。过去10年之间，妈妈给我看了无数次你的照片，就怕仇人对面不相识。今天终于看见你了。当年污蔑妈妈抄袭的臭白莲花，就是你介入了妈妈的婚姻，把妈妈从家里赶走的。听到这话，我紧张地看向小姑，我想起曾经妈妈也是这样对小姑充满了敌意。小姑只是和爸爸正常聊工作，即便当时我也在场，即便小姑已经结婚怀孕，妈妈还是冲到公司给爸爸展示自己血淋淋的手，那明明是他自己用石头砸的，却谎称是出了车祸，责怪没有秒回的爸爸身上，说爸爸和小姑有奸情，因此错过了他救治的最佳时间，导致他画画的手落下残疾，葬送一生的事业，然后一个巴掌一个巴掌地甩在小姑脸上。我时至今日仍然记得妈妈歇斯底里的样子，她对小姑叫嚣着：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既然嫁人了，你就不该跟娘家再有来往，更何况你们兄妹根本没有血缘关系，你挺着个大肚子还来找你哥哥做什么？想勾引他吗？脚踏两只船的贱人，结了婚也不老实，果然是这个世界最白莲花的女主，打得小姑满脸都是血印子。我拉住妈妈，她就连我一起打，说我是白眼狼，然后将我扔进山中，美其名曰弃猫效应会让我变得更听话。此时此刻，我看到这样的场面，依旧怕得浑身发抖，牵扯出我鲜血淋漓的童年伤口。小姑却紧紧握住我颤抖的肩膀，我见小姑冷静地挡在我的面前，神色早已不似当年的懦弱。小姑对着盛子云笑，她不离家出走，怎么把你捡回去，然后养到这么大来冒充我的侄女呢？小姑一句话简明扼要地证明了我的身份，还有我们原本复杂的家庭关系。盛子云慌张起来，朝妈妈江婉投去求救的目光。小姑见了直摇头：江婉，这就是你用来报复我们的工具人吗？我一句话他就败下阵来，是不是太没用了？今天是开学第1天，学校是全市学费最高的外资私立，每个学生的背后都是家族和集团的利益。妈妈选择在这个时候闹事，此时却非要装作一副人淡如菊的样子，报复你们。当年的事情我早就释怀了，我相信恶人自有天收。随即江婉爱抚着盛子云的脑袋，我往后的日子只希望我女儿能过得好，阿云是我的宝贝，至于其他的人与我无关。妈妈绝情地朝我说着这话，然而我的内心毫无波澜。小姑拍手称快，所以各位听见了吗？我们盛家是他们的其他人，他们已经承认了自己刚刚是在冒充我们盛家唯一的孩子。我们的澄清极其高效，之前有几个男同学以为盛子云是白富美，自动成为盛子云的狗腿子，对我打假，说话特别难听，现在却都默默站去了角落。我适时对小姑和爸爸投以微笑，我没关系的，我已经原谅妈妈了，她怎么想我都好，只要她过得开心。没想到我这话再次刺激到了妈妈。原本妈妈是准备享受我和爸爸的追妻火葬场而来的，她想看到的是我们对她爱而不得、受虐悔恨的下场，然后妈妈会高傲地扬起头颅，表示这辈子都不可能原谅渣男和白眼狼。可妈妈预料的事情并没有发生，相反，她得到了我的不计较。她的白眼狼孩子可以哭闹，可以哀求，最好是跪在地上忏悔挽留，
偏偏不能是大度的原谅，所以妈妈气得嘴唇颤抖。你有什么资格来原谅我？你要搞清楚，到底谁该求谁来原谅。我不疾不徐地问他，妈妈在我年幼时就抛下我离开，把本该给我的母爱给了不相干的陌生人。我长到14岁，你突然牵着她来我面前秀慈爱，穿着本该属于我的裙子盛装出席。盛子云打断我，什么叫你的裙子？谁规定的？小姑出示品牌新品页面，版权规定的，图片上的裙子和图案赫然就是盛子云和我身上的这件，而这条裙子还没出售，唯一的一件在我身上，是姑姑亲手做给我穿的，谁才是盗版？一目了然。妈妈听到这话根本不相信，她仰着头说，图案是盛之夏画的，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把图案骗到手的，但款式却是我的独创，早在半年前我就设计出来了。而你手中的时装是1个月前才设计出来的吧？如果你要跟我打官司，我欢迎你来。我真的为妈妈的无知感到悲哀，她怎么会以为小姑单靠1个月兔图案就能锤她？小姑挑挑眉，那我也欢迎你发律师函与我对质喽。小姑将一个服装袋子塞到我怀里，夏夏，这条裙子我们不要了，这是小姑给你带的新裙子。我看了眼爸爸，想征求他的意见。爸爸对我点点头，你已经14岁了，可以自己拿主意了。我看着那袋子有点犹豫，此时我想到这衣服上的玉兔子，心里免不了发堵。其实我真的挺难受的。这月兔图案是4岁那年我在墙上涂鸦，妈妈把我的涂鸦拓印下来，变成一只簪花的玉兔。簪花代表了妈妈对我的祝福。她说10年后会亲手把这个兔子形象绣上去。可妈妈说过那句话没多久就离家出走了。10年后的今天，我只好自己绣了兔子。其实这样也挺好，我自我安慰地想啊，兔子在的地方，妈妈就在，就当是妈妈陪我出席了。可我万万没想到，进入礼堂的那一刻，有一只一模一样的兔子闪烁在我的视野。它活泼地跳跃在聚光灯下，跳跃在另一个女孩的裙摆。它好像在每一个温暖的地方，唯独不在我的身上。也就是我发愣的那一刻，盛子云回头也看见了我。他说我是冒牌千金，穿盗版裙子。妈妈也附和着说是，证据就是这兔子，绣工潦草。妈妈说，单看这刺绣的拙劣，就是盗版没错，还是最次等的水货。我买了彩线绣针，照着网上的教程一点点引针穿线，眼睛都要绣瞎了。就等到妈妈这句绣工潦草的话是吗？玉兔是妈妈和我仅剩的联系，如果脱下身上的玉兔裙子，那么便意味着从此要……我正想到这里，耳边响起妈妈依旧充满讽刺的声音：盛文慧，看来你也并没能成功讨她欢心嘛。这个举棋不定的白眼狼，我养不熟，难道你就能养熟吗？姑姑盛文慧并不在意妈妈的话，她只是坚定地看着我的眼睛。小姑为你做了一面画扇，你知道吗？有画扇的女孩能够心想事成哦。我的眼泪瞬间盈满眼眶，咬牙下了决心。小姑，带我去换衣服吧。身后妈妈的脸色忽然一白。随着我们的离场，吃瓜群众也不欢而散。大家不赞同的眼神流连在妈妈和养女的身上，对刚才的事情议论纷纷。真搞笑，这就是自取其辱的具象化吧。幸亏刚才没站队，我一定要记住刚才跟着盛子云叫嚣的那几个男的，这种狗腿以后可不能跟他们玩。我已经拍照了，那几个人的脸我牢记着呢。当时他们说盛之夏是假货，
还对着人家女孩开黄腔，说当假名媛缺钱，可以找他们包养。我都快要吐了，快去跟盛总说说这事，非得让这些恶臭男人尝尝记性。然而这些我并没有听见。妈妈和另一道电子音无比清晰地响彻我的耳畔，我知道这是妈妈和她系统的声音。宿主，您不要急着生气，他们的追妻火葬场就要来了，小崽子就等着跪下来认错吧。你是不攀附男人的大女主，跟你长大的女孩就是真千金，这与血缘无关，是气场决定的。而那个白眼狼，她这辈子注定成为不了独立自强的女生。说什么盛家真千金，图有个名头而已。系统的言辞令人三观尽毁，然而妈妈的回复却更令人瞠目结舌。她擦干眼泪，自信哼笑。她真是随了盛文慧那个贱人，一辈子都在依附男人，极尽全力扮演坚强小白花，本质就是个没男人活不下去的娇妻。盛之夏不过才14岁，就学了个七七八八，极力物化自己，一副白莲花的做派。偏偏男人就喜欢这种调调。盛之夏永远也做不了独立自强大女主，我以她为耻。我终于理解为什么妈妈能够如此理直气壮地带着盛子云出席开学典礼，当众让盛子云冒充我的身份，脸不红心不跳。原来在妈妈眼中，被她这种大女主承认的女孩就是真千金，反之就是水货啊！走进更衣室的那一刻，我的心中萌生了一个想法，我打算把我知道的一切告诉小姑。小姑，我的妈妈，她好像有一个系统。小姑的动作一顿，转而看向我的表情，不是惊讶，而是担忧。夏夏，你早就知道了。小姑，你什么意思？难道你也知道吗？小姑难受地把我抱进怀里。好孩子，其实你没有觉醒，该多好啊！你至少不会像现在这么失望，是挺失望的，比之前还要更失望。我其实从3岁就能听见妈妈和她系统的对话，只是当时我不了解那些词汇的含义，后来长大了才后知后觉。妈妈江晚是传书者，任务是感化深情男二，也就是我的爸爸盛希泽。妈妈绑定的系统叫做好运系统，不是运气的运，而是怀孕的孕，恰如其名。这个系统能赐予妈妈一个天才少女，这个天才宝宝就是我，盛之夏。在系统的设定中，妈妈将会因为有个出众的女儿，逐步受到爸爸的关注，然后利用我的绘画天赋，在和书中原女主的词境中大获全胜。深情男二却不是这么容易感化的，在屡次错付真心后，妈妈将会带着我离家出走，我也会帮助妈妈责怪爸爸，然后推动爸爸对妈妈的追妻火葬场。简而言之，我其实就是一个金手指，妈妈将全方位地利用我，逐步走向人生巅峰。可我是个活生生的人啊，既然出生了，就会有自己的想法和意识，有自己的心情以及是非判断能力。而我的母亲却将我当成一个工具人，她认为我生下来就天然应该服务于她，臣服于她。一旦我违背她的意志，就等于我是一个白眼狼。然后她用自残、哭泣、出走、收养新的女儿等等行为来惩罚我，然后她就等着我醋意大发，极度爆哭，跪地忏悔。这简直就是一种精神上的虐待。时至今日，我终于确定，我的妈妈江晚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控制狂，而妈妈对我的惩罚也远没有结束。原本我和盛子云在一个班，学校临时举行考试，我以第1名的成绩去了青藤班，盛子云则在次等的大师班。
青藤班是真正的实力班级，而大师班只是关系户，这是大家心照不宣的秘密。偏偏江晚和盛子云却一无所知。某天放学，我看见妈妈亲自来接盛子云，他们在我面前上演母女情深的画面。江晚一脸赞美地望着盛子云，真是乖女儿，凭本事留在了好班，有钱又怎样，能力不行照样滚出去。盛子云挑衅地望着我，我不像某些人只有一时光鲜，实际上就是个没有内涵的草包，好笑死了。妈妈，我会一直绽放下去的，况且我相信有盛叔叔在，就算拼背景，盛之夏也是拼不过我们的。他们口中的盛叔叔是谁？应该不是说的我爸爸盛希泽。下一秒，盛子云吃惊地捂住嘴，妈妈，该不是盛叔叔也从中帮了我们吧？我就说，就算我能凭实力留下，盛之夏也不会罢休的。原来是盛叔叔出手了。我就说，盛之夏最近怎么这么安分，都不来找我麻烦了。要不是学校门口塞车，我一秒都不想继续听下去。一边说凭实力留在班上，一边又装的好像自己很有背景，身后有大人物帮衬，分分钟只手遮天，搅动风云。如果可以的话，我想盛子云恨不得天天在我面前嘚瑟，可惜他跟我并不在一个班，几乎没有这个机会，甚至连教学楼都不在同一栋。我平静了大半学期，正在专心准备国际艺术创作比赛的时候，盛子云装作不经意来到我的教室门口，和一群认识的朋友说着什么。见我出现，盛子云故意拔高音量，这次创意大赛我会好好表现的，到时候拿到奖金请你们吃大餐。阿云你太好了，盛子云，你是天才吧？全校只有一个名额都被你摘了，还有什么事你不会的？全能小画家，我以后想看你的作品，是不是还得去美术馆买张门票啊？那当然，等我们阿云拿到金奖，再被大画家收为学生，到时候他的身价可是按亿计算。这一帮狗腿也真是会吹捧。但盛子云说他参加了这次艺术大赛，却让我不得不提高警惕。要不是有10分的把握，盛子云是不会到处嚷嚷的。果然，我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1周后的慈善晚宴上，妈妈江晚以未眠工作室 CEO 的身份入场，而盛子云则穿着江晚设计的裙子隆重亮相。他们故技重施，图案正是我参加比赛要交上去的画稿，裙子的款式则是原封不动照搬入学典礼上那条，既恶心了我，又恶心了小姑。小姑也在现场，她作为时尚高奢服装品牌总监，一瞬间受到了全场的关注。这些人的目光中，关心是假，看热闹是真。江晚站上舞台，亲密地挽着盛子云，跟大家介绍起盛子云的优秀履历。月然呢，从小就表现出了惊人的绘画天赋，有时候让我这个当设计师的妈妈都自愧不如。父母之爱子女，则为之计深远，所以我在设计这款衣服的时候，加入了许多传统元素，比如肩头的如意纹、祥云纹，不求它大富大贵，但求它平安顺遂。月然还有一条裙子是簪花小兔的图案，这是她小时候设计的，一番话简直是母爱爆棚。不知道的还以为盛子云是她的亲女儿，却只有我知道，她只是把我的精力嫁接到了盛子云身上而已。场外观众都直呼江晚很会养女儿，把女儿养得很好云云。江晚趁热打铁，介绍这条裙子的最初的画稿曾上传过网上，只不过曾经技艺不佳，未能入选。江晚这一举动
就是为了告诉大家，它的设计比盛文会要早。姑姑为我设计的月兔裙子已经面向市场热销，所有的同行看姑姑的眼神，仿佛在看一个抄袭者。姑姑也不是好惹的，她直接让模特换下了起初准备的款式，换上了月兔裙。当模特穿着月兔裙走进大众视野中时，所有人都停止了看笑话的表情。这是要对刚啊！如果没有杀手锏，盛文会不会这么做的。他又不蠢，总不会打自己的脸吧？等着看打脸原女主的姜婉也僵住脸色，不得不警觉起来，握住了身边盛子云慌张发抖的手。姑姑盛文会上台，没有半句废话，直接甩出7年前的合照。这是我为我家侄女夏夏设计的衣服，7年前夏夏就穿着这件衣服在广场合影留念，你不记得了吗？嫂子，我忘记了。嫂子，你当时已经离家出走了，不要你的亲女儿了。可怜我家夏夏，一个4岁化的月兔，也要被人拿去抄袭。小姑的这番话，这张照片简直是铁证如山。她准备充分的过了头，就像是提前知道姜婉要来这一出。事实上也的确如此。妈妈姜婉作为传书者，手拿剧本而来，她吸走了原女主盛文会的所有气韵，抄袭女主的创意，然后在她之前发表，曾风光一时。可是妈妈太过自信，以至于没有发现姑姑其实早就觉醒了。是妈妈做得太明显，促使了姑姑的觉醒。妈妈姜婉瞪着台上的我们，她除了死死咬着牙，在心里咒骂以外，什么也做不了。姑姑牵着我的手，高声宣布，今晚一切的销售额全部捐给山区的学生，得到了全场热烈的掌声。慈善晚宴的后台，姑姑将一枚荷包交到我的手中。我知道华山再美你也不会喜欢，只喜欢那只月兔。夏夏，姑姑很会刺绣，不信你看，荷包上赫然是一只簪花小兔，只是和盛子云身上那只不一样。荷包上这只睡卧在月桂树下，神色安详。你们果然在联手对付我。姜婉扶着休息室的玻璃门，指甲几乎要嵌进肉里。所以你早就觉醒了是吧？盛文会，看着我被你耍得团团转，有意思吗？还有你盛之夏，我知道你是个白眼狼，但没想到你卑劣到了这个地步，竟然帮着外人来对付你的亲生母亲。姑姑仍然在第一时间拦在我的面前，但这次我不会再退缩。你不用再道德绑架我，在你的心里，我不过就是一个雌竞的工具人。你口口声声要做独立女性，要做大女主，我从未见过哪个大女主靠吸取别人的劳动成果为自己的事业添砖加瓦。在你的世界里，先是一个女人，才是一个母亲。所以你弃我而去，追寻自由和事业，那我也先是我自己，才是一个女儿。孩子并不是从你肚子里孕育出来，天然就要为你服务，为你利用，偏帮你，服从你。孩子不是你开心的时候逗一逗，玩一玩，不开心的时候扔到一边，更不是你事业受挫，竞争不过就启用的万能金手指。别的金手指只具备逆袭功能，我这个金手指还要当你的抚慰犬，负责当你情绪的树洞，不受你控制，稍微违背你的意见，你就大哭大闹，自残自伤，然后再给我安上白眼狼、不孝女的罪名。姜婉崩溃地打断我，你是我生的，难道这不是你应该做的吗？我如鲠在喉。小姑叹了口气，摸摸我的后背，算了，我们说不动他的，争论这些没有任何意义。我也深以为然。车就在门口，我筋疲力竭地被小姑半抱着上了车。
车门关闭的最后一刻，小姑转向瘫坐在地的江晚。10年前我就觉醒了，你没发觉，是因为太过于自以为是了。你记住，你只是因为剧本有了预知的能力，不代表我的东西就成了你的。人生的卷子稍微有一点变化，你就原形毕露了。江晚好像觉得自己依旧能够东山再起。国庆节的那天，盛家所有人都从各地赶过来吃团圆饭，老宅里热热闹闹，来了几十号人。我们在这里见到了江晚。盛子云穿着一件中式旗袍，勾勒出窈窕的曲线，她仿佛丝毫没受到影响，脸上洋溢着自信的笑容。盛之夏，你这是什么眼神？我作为盛家真正的千金，出现在老宅有什么不对吗？他说后半句话时，非常嚣张地看向小姑。小姑虽然和爸爸没有血缘关系，但也是爷爷承认的盛家千金。盛子云这话跟我说就算了，竟然也敢对着小姑说。盛子云，你吃错药了吗？盛子云一梗，紧接着他看向连廊走来一个西装男人。盛子云响亮地朝他喊了一声：爸爸，我在这。随后他对我们俏皮地皱了皱鼻子。盛之夏，按辈分你要喊我小姑。盛文慧，我可是你这一辈的呢。我爸爸呢？盛希泽还要喊他一声小叔呢。走到面前的西装男人看上去比爸爸盛希泽老了10岁。妈妈江晚露出婉约的笑容，搀扶住盛家小叔的胳膊。小姑和我的确很久没见过他了，各自问候了一声。盛子云忽然开始卖惨，说起那天慈善晚宴上的遭遇，撒娇求盛家小叔为他们做主。一向要做大女主的江晚怎么可能当着我们的面同意呢？他严厉呵斥盛子云，不能没礼貌，这事情我们自己能解决，不需要依靠谁。盛家小叔并没有他们料想的那样霸气护妻，而是为难地抿了抿嘴。这个事情我的确是帮不了你们，你们的确是做得过分了。文慧也没惹你们对吧？我的意思是，你们跟文慧和夏夏道个歉吧。盛子云和江晚当场愣住，以为找了个靠山，结果是找了个包子。晚宴开始的时候，江晚和盛子云要坐上位，结果被人拉走了。正当他们以盛家归国、真正掌门人家眷自称时，却发现那位正在安排上菜。这所谓的盛家小叔，其实是老爷子捡的孩子，和爷爷以兄弟自称，爸爸也尊敬喊他一声蒙叔。在家里做管家好多年了，劳苦功高，大家都很尊敬他。至于江晚，见过他的人都很疑惑，为什么他突然成了管家媳妇，但都憋着没问。盛家小叔显然没有帮江晚解决抄袭事件的意思，母女俩面对天价赔偿，卖房卖车退学，最后消失在了这座城市。那人指着我大呼小叫，你们看，盛之夏的裙子跟阿云身上这件一模一样。而还他说江晚那年决定再生一个孩子，让这个天才宝宝为他带来好运，可惜他年纪太大，试过很多次都不行，把希望寄托在刚成年的盛子云身上。盛子云遭遇了什么，可想而知。某天他突然意识到江晚根本没有爱过他，不仅把他当工具，还对他各种破。盛子云丢下江晚独自离去，江晚仍在寻找盛子云，似乎已经逐渐病态。就是这个时候，好运系统找上了盛文慧。盛文慧果断答应了系统，来吧，赐我一个天才宝宝吧，我将利用他走上人生巅峰。好运系统激动地绑了盛文慧，结果他一检测就愣住了，你特么不孕不育，你绑定我做什么？盛文慧笑得前俯后仰。早在10年前，她流产的时候，
就不幸摘除了子宫。原本作为虐文女主，她将被男主追妻火葬场。觉醒的小姑直接把男主干破产，送进铁窗，至今没有出来。而小姑不要的火葬场，妈妈却毕生都在追逐。这也是我始终不明白妈妈这么做的原因。系统强行解绑失败，最终自食恶果，彻底消失在了这个世界上。孩子本就该是因为爱才降生于世界，而非谁的金手指。感谢大家的观看，本期故事精彩吗？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并分享给更多的人，这会对我帮助很大。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